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还是你们熟悉的丽姐。真的特别感谢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给我这么个机会，跟你们唠唠那些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婚恋故事。你们知道吗？每一段相亲背后都藏着生活的智慧，还有各种选择的激烈碰撞。今儿个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那可真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不得了，冲击力简直爆棚，听完你们估计也得惊掉下巴。要是你们觉得这故事精彩，别忘了给丽姐打个赏哈，让我能舒舒服服地喝着茶，继续给你们分享更多有意思的事儿。得嘞，咱也别啰嗦了，直接进入正题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前阵子来了个相亲的，那情况，在场的相亲对象听了都惊得眼珠子差点掉出来。咋回事呢？是个45岁的单亲妈妈，咱就叫她张女士吧。这张女士来相亲，一开口就说不要车不要房，连彩礼都不要。你们一听是不是觉得这条件挺不错啊？可接下来她提的要求能把人吓一跳，啥要求呢？她要求男方帮她女儿还100万的债，咋样？是不是觉得离谱到家了？别着急，听我慢慢给你们把这事儿的前因后果理清楚。张女士刚来的时候跟我讲，她的相亲要求其实挺简单的，她就盼着找个有责任心的男人，对物质条件没啥过高要求，甚至连彩礼这种好多人都看重的东西她都能不要。她跟我说，丽姐啊，我就想找个能真心待我和我女儿的男人，我之前那段婚姻太不幸了，实在不想再经历一遍了。我听她这么说，心里头感觉挺复杂的。我能明白她的心境，毕竟经历过失败婚姻，对生活的要求可能就更侧重于精神层面了，就想找个能给他们娘俩安稳生活的男人。从她这话里我能感觉到，在她心里责任和真心那是最重要的。当时我还挺欣慰，寻思这人挺理智啊，也不会给男方太大压力。可谁能想到呢，张女士紧接着的一句话直接把我给愣住了。她特别认真地说，丽姐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来相亲主要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我女儿啊，你都不知道。她现在欠了人家100万的债，我就想找个有能力的男人帮她把这债还清。我当时一听，脑袋嗡的一下，心里头就像1万匹马在狂奔。说真的，我在婚介所干了这么多年，听过的相亲要求那是五花八门，啥样的都有。像那种要求男方有房有车还得不差钱的，我听过。还有那种说只要对自己好就行，不在乎物质的，我也听过。可像张女士这么提要求的，我还真是头一回碰上，帮女儿还100万的债。这又不是买彩票，说中就中，哪能这么轻易的要求别人啊？我赶紧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想着先听听她怎么说。张女士接着说道，丽姐，我真不是看重男人的财富，我就希望能有个男人愿意支持我女儿，帮她把这100万的债务给解决了。我女儿年纪小不懂事，犯了些错，这才欠了这么多债。现在她整天都愁眉苦脸的，都快自暴自弃了。我这个当妈的看着心里别提多难受了。要是能有个有能力的男人愿意帮这个忙，我肯定感激不尽啊。说实话，我能理解张女士作为母亲的那种心情。哪个当妈的不希望自己孩子能有个好未来啊？她女儿才19岁，正是人生迷茫的时候，一下子背了这么高额的债务，换谁不觉得绝望啊？说不定真就放弃自己了。但是呢，问题也很明显啊。你说让一个陌生男人帮你女儿还100万的债，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们说说，哪个男人会平白无故的，在面对你女儿欠债的情况下，不管自己的生活，直接掏腰包帮忙啊？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嘛。我赶忙调整了一下情绪，尽量耐心地跟张女士解释，张女士啊，我特别理解你当妈的难处，但是咱们也不能这么要求一个陌生人啊。你想啊，你女儿欠了100万，就光凭你这么说，想找个男人愿意接手这个债务，这几率简直小得可怜啊。再说了，这么大一笔钱，这么重的责任，一般人哪能承担得起啊？可张女士压根儿就不打算退让，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，说，丽姐，我明白你说的这些道理，但我真不要求男人有房子车子，也不要彩礼，我就想要个能承担责任的人。要是你实在找不到这样的男人，那我也不强求。可我真的特别希望能通过这次相亲，让我女儿有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她这话说得我心里又有点软，又有点气。
心软是因为能感觉到她确实是为女儿好，当妈的心疼孩子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气的是，她不能因为自己和女儿的困境，就把别人的未来当成筹码啊。尤其是在相亲这种场合，你要是一直把女儿的债务问题摆在明面上，哪个男人还敢来跟你相亲啊？就这么着，终于迎来了和第一位男士见面。这位男士姓李，38岁，在广州做建筑工程项目管理。他一进门给人的第一印象就特别好，穿着打扮简洁干练，看着就特别稳重，一看就是那种做事有条理、脚踏实地的人。我当时心里还挺期待的，寻思着张女士和李先生这种类型的人应该能有不少共同话题。毕竟李先生看起来就是个有责任感的人，而且听说他也没啥物质要求，也是单身，正想找个合适的对象呢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气氛那叫一个融洽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聊了聊彼此的工作、家庭情况，还有兴趣爱好啥的。可谁能想到，当张女士一提到她女儿的债务问题时，李先生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。我从他紧皱的眉头就能看出来，他已经很不高兴了。张女士倒是挺直接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李先生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女儿现在欠了100万的债务，我希望你能帮她把这些债还了。”李先生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，语气也变得很不客气：“你这到底是来相亲，还是来找债主的啊？你女儿欠了这么多钱，你让我一个陌生人帮忙，还说得这么理所当然，你觉得这合适吗？”张女士显然没想到李先生会这么直接，她愣了一下，赶紧解释：“李先生，我女儿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她现在心里特别痛苦，我这个当妈的看着也特别无助啊。”李先生根本没等她把话说完，直接就打断了：“我知道你是为你女儿好，可你也不能把你女儿的债务往我身上推啊。这事儿你得让她自己去承担，你不能把这个责任随便推给别人。”他稍微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愤怒：“你既然不要求彩礼、房子、车子，为啥非要用这种方式来试探我呢？我也有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责任，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就背负起100万的债务，这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。”张女士被他说的有点愣住了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李先生又转过头对我说：“丽姐，你说这种要求我怎么可能接受啊？你能理解我吧？”我听到这儿差点没从座位上蹦起来。我当然理解李先生的心情啊，1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这么大的责任谁愿意轻易承担啊？再说了，李先生自己也有家庭和责任，凭啥要替张女士的女儿还这笔债呢？我赶紧忍住心里的火气，出来打圆场：“李先生啊，张女士确实说的有点太直接了，我们也都理解她的难处，大家都别生气，咱们来这儿不就是为了找个合适的伴侣吗？”最后，李先生很有礼貌地说自己不适合继续这段相亲，就离开了。张女士呢，虽然心里挺失望的，但也明白自己这个要求确实太苛刻了。她跟我坐下来聊了好久，最后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丽姐，我知道我这要求可能太高了，可我作为母亲，看着女儿在那种困境里，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太无助了。我特别理解她的心情，当妈的，谁愿意看到自己孩子受苦啊？可是相亲毕竟不是求助的地方，婚姻的基础应该是相互信任、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，哪能一开始就给对方加上这么沉重的负担呢？”这事儿过去之后，我琢磨了好久，我就想着啊，通过这个故事也想给大家提个醒，婚姻可不是一场交易，更不是把自己的责任随随便便转移给别人。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寻求帮助，但得用合适的方式，不能让别人去承担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。这第一位男士走了之后，张女士还是不甘心，我呢也觉得不能就这么放弃，说不定还真能遇到个愿意理解她的人呢。于是又给她安排了第二位男士，王先生。王先生42岁，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，事业做得还不错，也是离异单身，想找个能一起踏实过日子的人。王先生来的时候看着挺随和的，脸上一直带着笑。刚开始聊天的时候氛围也挺好，大家聊得挺开心。张女士呢，这次学聪明了点，没一开始就提女儿债务的事儿，而是先跟王先生聊了聊生活啊，对未来的规划啥的。
可聊着聊着，张女士还是忍不住了。她小心翼翼地说：王先生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介意啊，我女儿现在欠了100万的债务，我就想找个能帮她还这笔债的人。我也知道这要求有点过分，但是我女儿真的挺可怜的。王先生听了之后，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没了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张女士，我能理解你作为母亲的心情，但是100万不是个小数目啊。我虽然开了个小公司，但公司运营也需要资金，我自己也有一堆事儿要操心。而且我找对象是想找个能一起好好过日子的，不是一来就给我这么大一个负担。张女士赶忙解释：王先生，我真不是想给你找麻烦，我女儿她现在真的特别痛苦，我就是想救她。王先生摇了摇头，说：张女士，我相信你是为女儿好，但是这个忙我真帮不了。我觉得你女儿既然已经成年了，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这债务还是得她自己想办法解决，你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。张女士听了王先生的话，眼里闪过一丝绝望，但她还是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。这次相亲又这么不欢而散了。经过这2次相亲，张女士的情绪明显低落了很多。她跟我说：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太异想天开了？是不是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愿意帮我女儿还这笔债啊？我看着她那么无助的样子，心里也挺难受的。我安慰她说：张女士啊，你也别太灰心，你女儿的债务确实是个大问题，但是你也不能光靠相亲来解决啊。你可以和女儿一起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通过法律途径，或者找专业的债务咨询机构，说不定能找到解决办法呢。张女士听了我的话，点了点头，说：丽姐，谢谢你。我之前就是太着急了，光想着给女儿找个依靠，却忽略了其他办法。我回去就和女儿商量商量。从那之后，张女士暂时没再来找我安排相亲。大概过了1个多月，张女士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想请我吃个饭，感谢我之前给她的建议。吃饭的时候，张女士跟我说，她回去之后和女儿好好谈了谈，女儿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决定要勇敢面对债务。他们找了专业的债务咨询机构，制定了还款计划。女儿也找了一份工作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也在努力赚钱还债。张女士说：丽姐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有些事情不能总想着依赖别人，还是得靠自己。之前我在相亲的时候提那些要求，确实太不现实了。我听了张女士的话，特别欣慰，说：张女士，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生活中遇到困难很正常，只要勇敢面对，总会有办法解决的。说不定等你女儿把债务还清了，你再找对象就容易多了。张女士笑着点了点头。从那以后，张女士和女儿的生活慢慢走上了正轨，虽然还债的路还很长，但他们都充满了信心。这个事儿啊，真的让我感触特别深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在婚姻和生活中，我们都要保持理性和现实，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做出不切实际的要求。同时，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勇敢地面对，积极寻找解决办法，而不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。好啦，今天这个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啦。感谢大家耐心听完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类似的故事，欢迎在留言区讨论。要是你们觉得丽姐讲的还行，别忘了给丽姐打个赏。咱们一边喝着茶，一边继续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那个与自己携手共度一生的人，一起幸福地走下去。